可是，在中小企业能够做到转型，我们讲真的转型这两个字太难了，能够真正做到自己品牌的太少了。像最近也听到很多就叫中小型的工厂，就是过去也是都一直做代工，然后到现在呢，就是因为毛利不够，撑不下去了，所以就把机台啊、厂房啊全部都把它卖掉。如果说今天这个传产它走的方向就是它的量不是走多的，然后它是走比较精致型的、高单价的，如果它今天就是希望说可以用更少的人力做到更大的规模，那我想做数位转型应该是有它的必要性。大家好，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的时间。嗨，大家好，我是工厂诚实说的阿成。我是工厂医生卢玉。那前面谈了这么多集啊，还有一些疑问啊，是制造业的案场很大，你们全部都是自己来吗？还是会找合作伙伴呢？这就像看医生一样，一个医院里面有很多的科，那不会有一个医生从头到尾什么都会，但是在医院里面，你就可以针对你身体的状况，从头到尾好好的做个检查。所以工厂医生这边也是这样的概念的，就是我们的主治项目呢，当然是我们就自己进行哦。但有一些周边服务项目啊，就会请我们的合作伙伴来。那为什么要找工厂医生？我自己去找不行吗？当然你们自己找也可以。可是呢，因为是长期跟我们合作的那个 partner， 我们都有长时间观察，然后他们的产品的品质，然后作业的服务啊，都是符合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已经筛过一轮了，所以这些伙伴已经经过我的严格审核，所以才会成为我们的医院助诊的医生。没错，因为我们有透过长时间去验证我们的伙伴，所以对我们的客户来讲呢，可以省去试错的时间。那其实前面集数呢，我们也有提到说，我们就像是家医科，你进来看诊之后呢，我们再根据你的情况，我去帮你安排转诊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针对客户现场的情况，然后去帮他们转介绍最适合的合作伙伴。再来第二题想问的是啊，你们主要的服务地区都在哪边呢？我们公司的那个设立是在台中这边。那之所以设定在台中，就是因为它南来北往很方便，大概都是高铁头都是1个小时的距离。那当然最主要的服务项目就是会在那个中部地区啊这个部分。那北部南部也是会有，但我们还是主攻会在这个地方。那当然2024年我们也有在拓展海外的市场的一个方向。没错。根据中小企业的白皮书啊，那在台中以及彰化地区的制造业呢，就有好几万间。因为呢，在中部地区呢，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工具机的产业，以及手工具的产业等等，还有一些像自行车零件的加工业。所以在台中地区各大工业区这边就有很多的像 CNC 加工型的工厂，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再来想问的是啊，第二集有说到 ERP、MES 机联网的阶层关系，然后后面还有说到规模比较小要先用 ERP， 那为什么不是先用机联网？因为机联网不是在最底层嘛？就我的理解会是这样啦。比如说有个客户就跟我讲说啊，我里面就20台机器，我就走出去转一圈就看完了，我为什么还要买这个机联网系统？对他来说，他就是一眼可以看完的，他不需要再额外花一笔费用来做这件事。但是呢，20台的 CNC 的状态之下，他其实已经开始到有一些订单啊、出货啊，甚至财务后端的一些议题。那假设他又是上班制在做20台机器乘以3，他其实是60台的概念。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延伸到说，他想要比较好的掌控他的财务的概况。然后跟他的那个金流啊，或者是说整体上的营运状况，所以会建议他是 ERP 为先。那人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扫描一轮就知道说大概在做什么事情啊。但有时候是因为那个产品不太一样的时候，他额外需要说，我还是真的需要机联网，那就是依据环境、依据那个情境而去增加。没错，其实我们也会推荐我们规模不大的客户先试试看能不能够去导入 ERP 的系统。因为一样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会推荐客户先从可以解决更多问题的方案开始进行着手。因为毕竟机联网这个议题呢，它是比较小范围的，它只有针对制造现场的机台去控管它的生产进度。但是如果一样的预算，我们换成是去导入 ERP 系统来讲的话，我们在产销人发财各个部门上面呢，都可以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控管。
所以这个投资效益呢会比较大一些。那再来第4题想问的是啊，前面讲转型好像问的有点太理所当然，所以现在想反过来问说，传产一定要转型吗？为什么呢？我个人没有认为一定要叫转型，因为说上次讲到那个数位转型，它其实是分3个阶段，一个就是你要先有数位化的工具。第二个叫做你的数位化工具有进行过一个优化的，所以优化就是我可能可以刚刚讲到 ERP， 我可以跟 MES 接，或者是跟机器接等等，那个叫做优化。转型，因为它的面向比较宽广，它其实严格来定义，它包含到你的商业模式的一个不一样。比如说，我说，原本你是制造商，你现在变成电商，那它真的就是跳的不一样的商模。可是，在中小企业能够做到转型，我们讲真的转型这2个字太难了，所以我没有认为说一定要转型，但是呢是必须要去做一些数位化的程序，或者是进行一些优化。那接着它不是转型，我比较偏向叫塑形，就是我重新来定义塑造我公司的样貌。我也觉得不一定要做数位转型，就像我们举一个民生上的例子来讲好了，像我们去一些美食的名店，他们也会强调说，我们不是走大量的，我们是走精致的、高单价的。那所有的东西呢都是限量的。那在这样子高单价的产品以及限量的情况之下，也许数位转型这件事情呢，就不是他们最必要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一切要看他们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如果他今天就是希望说可以用更少的人力做到更大的规模，那我想做数位转型应该是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回归就是台湾毕竟是中小制造业多，然后我们又是代工的一个项目居多，因为台湾能够真正做到自己品牌的太少了，所以转型这个定义，如果你只是把旧的产品经过了改良卖到别的地方去，那个都还不能够称之转型。那最后一题想问的是啊，针对那些还没有转型的传产业，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我把它简的讲一下，就是针对那些还没有推进数位化的这个传产，它会怎么样？这个比较严重，就是它可能真的会被时代给淘汰掉了。就像以前的那个 Nokia， 你现在没看到它了，你们都还太年轻。以前有底片，但是现在没有底片了，那个是时代的过程。对，就可以跟黑黑的底片这样那种东西。拍照还要先去洗底片，然后才能洗出相片。现在不用，我们现在是所见即所得，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是。时代不会对任何一件事情手下留情，它就是个趋势。所以如果没有去做数位化的这些的传产，它会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有可能就是那个进化论不是只有人会进化论这个整个产业上也会有进化论，它绝对是会被淘汰掉的。我的看法是跟我刚刚上一题其实有一点连贯。那其实一切都要看说目前还没有转型的传产，他们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如果说它其实还是按照过往想要走接大量大部分去做代工的这样子的生意的话呢，那其实它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不然它真的会被淘汰。像最近也听到很多就叫中小型的工厂，就是过去也是都一直做代工，然后到现在呢，就是因为毛利不够撑不下去了，所以就把机台厂房全部都把它卖掉，就直接算是 cash out 了，就把现金拿回来。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如果说今天这个传产它走的方向就是它的量不是走多的，然后它是走比较精致型的高单价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也许它就不一定要勉强去做数位转型这一块，因为也许对他们来说，一个管理流程的改善就可以改善他们很多的问题。那我觉得去改善自己既有的管理流程，会比一定要去做数位转型来讲还要来得强。因为在那个数位转型这3个阶段里面的数位化跟数位优化，它强调的就是在强化自己的核心能力，所以先找到自己的核心能力。哪一个是强的，哪个是弱的？强的地方再把它更加强，弱的地方让它可以稍微往前面拉一点分数上来，而不是直接就做到第3段转型那个阶段去。那今天谢谢工厂医生、工厂程式说还有易瑞科技，我们会不定期更新，赶快订阅我哦！快点订阅按起来，订起来，谢谢哦，拜拜。